大家好，我是商业摄影师李华杰。通过前面的课程，我们知道人是非常聪明的。当他们发现针孔成像的原理后，就确定了相机的架构，包含镜头，还有暗箱、底片装置。随后一系列的功能和组件的设置都是围绕解决架构下出现的问题而展开。当人们发明了镜头用来代替针孔，解决了通光性差的问题之后，那么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光线汇聚后，如何使景物清晰的结像呢？于是发明了聚焦系统。聚焦也叫对焦，相机聚焦装置的作用是使景物在底片上清晰的结像，结像虚糊是聚焦不准确，称为失焦。下面我们通过图例中的两个距离去理解聚焦的原理。我们用针孔成像的小黑屋来举例，拍摄不同的物体，拍摄距离都不是固定的。那么墙壁离窗孔的距离远一点或近一点，成像结果是否一样？既然有因素改变，那结果肯定也不是固定的，总有一个距离与 A 最为匹配，成像最为清晰。我们把主体到镜头的距离 A 看作是拍摄距离，把镜头到焦点的距离 B 看作是成像距离。对焦的作用就是调整 B 的焦点落在底片上，得到清晰的结像。我们用两种不同对焦方式的相机做补充说明。来看 4:5 大画幅座机。大画幅座机的镜头没有对焦装置，因此它干脆设置墙壁是可以移动的。确定了拍摄距离 A 之后，匹配得到了成像距离 B 的焦点位置，然后只要移动底片 C 去到 B 的焦点位置上，就获得清晰的影像。所以会看到皮腔的长短会随着胶片的前后移动发生改变，这也是皮腔为什么做得像手风琴一样可以伸缩的原因。我们再来看单反相机。单反相机的暗箱和底片是合二为一的，底片 C 的位置是固定的，不能前后移动，所以镜头上设置了对焦装置。通过旋转镜头上的对焦环，移动内部的透镜组，从而改变 B 的成像距离，好像这样，使焦点去到底片 C 的位置上，得到清晰的影像。单反相机分为自动对焦和手动对焦模式。自动对焦是指我们半按快门时，触发对焦系统对主体发射红外线，测量拍摄距离，自动匹配成像距离，使焦点落在底片上。所以我们在比较暗的环境对焦时，相机会闪烁红光，红外线要碰到有明暗差异的地方才能确定距离。因此很多人对着白墙或无明暗差异的场景使用自动对焦，总是对不上。相机会认为这个距离深不见底，一直触碰不到主体。而手动对焦就是告诉相机，测量距离，匹配焦点，我自己来。手动对焦在产品摄影时使用，一是产品不会动，而且拍摄距离相对固定；二是我们使用电脑联机拍摄，没有半按快门对焦这一步，自动对焦常常对不准。在学习一些事物的原理和本质之后，我们要提炼出一些关键词，看到词就能做出名词解释，马上能联想到它的相关内容，这是很好的学习方式。比如思维导图。学完对焦的原理，我们还要趁热打铁学习一个与对焦高度相关的概念，那就是景深。景深名词解释景物的深度或者景物清晰的范围。准确聚焦后，除了焦平面上的景物清晰外，被摄体前后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范围，这个范围称为景深。
可以理解为景物清晰的深度，越远离清晰的范围，景物越模糊。但景深的分布不是焦平面前后都一样的，前景深比后景深小，分布大约为前景深1/3，后景深2/3，意味着主体前面的景物更容易模糊。我们来解释一下焦平面的物体为什么会清晰。由于焦平面和底片的平面是水平的，所以焦平面上的物体聚焦的位置都是一样，因此获得清晰的焦点。很多人至今还认为拍摄后画面的中心主体清晰，四周是模糊的。PS 后期也这么去整，这是极其错误的。正确的是，和主体在焦平面上的物体都是清晰的，焦平面的前后逐渐开始模糊。景深可以通过清晰与模糊的对比突出主体，并加强画面的透视感。虚化前景和背景是摄影艺术创作的重要手段。影响景深的3个因素：镜头的光圈，光圈越大，景深越小，背景越模糊；镜头的焦距，焦距越长，景深越小，背景越模糊；拍摄的距离，距离越近，景深越小，背景越模糊。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极致模糊的前景或者背景，只需要组合运用这3个因素，使用最大的光圈、最长的焦距、最近的拍摄距离。但如果我们想要无穷远的清晰范围，就把这3个因素反过来就 OK 了。心中的人渐渐模糊，心中的你慢慢清楚。